首先，我们从画面上看到，这个我右手边这个是 Sony 的哈，那左手边这个是 Sigma 的镜头，那这两颗都是定焦镜头啊，那长度也可以比较看看，其实差一点点而已哈。那这个首先 Sony 这一颗是这个，把它打开看一下哈。首先 Sony 这一颗是这个。1.4 f 1.4 15mm 的基镜头，那西格玛这一支是56mm 的这边是56mm 的56mm f 1.4 的那他们两个的滤镜口径同样都是55mm，那这也是我这一次为什么会购入这一颗的原因，就是 Sony 这一颗的原因。那因为它口径一致，那使用起来，那滤镜的部分也会比较划算。那首先我们谈到的就是为什么要买定焦镜头。那现在我拍摄的这一支镜头就是之前我惯用的这个 Sony 的套机镜头，16到50的 mini 的。那这一颗镜头号称是现在拍摄这一颗是号称是 F8 的这个 Sony F8 光圈的 GM 镜头GMAS 的镜头，说穿了它其实只有 F8 这个光圈段可以用，那画质也不错那其他的光圈就不管是小光圈大光圈你说的哪一个焦段，它的画质其实都是堪用而已，画质不好那也兴起我买这个定焦镜头的原因。那首先为什么要买定焦镜头？那第一个是它画质好，结构简单，画质好。那第二个原因是为什么又要买广角的？那这一颗是如果56mm 的换算，如果是全画幅的话，已经达到这个84、85mm 了，那已经是中长焦的这个焦段。那理论上来讲，它上稳定器效果不会很好因为它有安全快门的限制。那因为我们一般拍影片，你会因为180度的法则来谈的话，它安全快门1/60秒的话，低于它的这个84mm 的这个安全快门，那即使上稳定器，还是会有很明显的抖动。那当然后置用 Final Cut Pro 来这个处理一下电子裁切，当然一样是可以用的。那舍弃了这个套装的镜头之后，当然就要买一颗这个广角的那这一颗比较符合我的期待。那这一颗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它两者比较起来，这一颗确实是比较轻那具体是多少，各位可以查一下官网那首先我们看到这一颗，它的做工确实是不错那也不是说这个西格玛的不好我的理想焦段就是这样。那如果说在这个譬如说常用的，如果是等效这个全画幅的话，在35至50端，那怎么办？那其实也很容易解决因为我最主要是在拍摄影片，那我有这个上稳定器的需求，用广角的镜头上稳定器是最稳定的那事后也不必在这个后置软体上面有过多的裁切效果非常不错。那通过这2-3个礼拜的使用来评比的话那到底这一颗镜头它的售价，在台湾的售价快2万块钱那这一颗的售价也不到12000。那多出来当初有在考虑也是西格玛的16mm 的 f 1.4。那为什么最终决定选择这一颗的原因，最主要的是
原厂的这个机镜头这一颗，它有针对视频，就是说拍影片有特别的优化哦。那各位可以看看这个定焦镜，这个就是对焦环了哦，这个是光圈环，这个光圈环。那现在，我有锁定吗？哦，那这里有个 AF 哦 MF，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对焦环哦，现在是无极，那也可以把它选择成有极的。那在使用的时候，这一颗原厂的定焦镜，这个光圈环哦，如果你切到这等于是手动让你切，一定要在这个光圈环这里切。那你在机身方面就切不了。那如果说你要在机身上面的按钮、旋钮操作的话，你一定要把它转到这个 A 啊。那意思应该是自动的意思了哈。好，那这边有一个自定义的按钮哦，一般是对焦固定，你可以把它选择是别的。那这里是自动对焦、手动对焦的切换开关。那以做工来讲，确实也是符合它的品质啦。那其实我最主要的用意是在拍摄视频的时候，第一个对焦，那你对焦的速度，还有就是拍摄影片的时候呼吸的效应哦。那这一颗原厂的镜头几乎没有，等于讲没有呼吸效应，非常的稳。来抓视频，在抓这个目标物的时候，非常，不管你是空镜或者有目标有人物，那在用稳定器上稳定器之后再走动，那你在日光下或者白天光线充足，当然是没有什么了不起。那厉害的是这一颗在非常暗的环境之下，它还是可以自动对焦，而且目标物抓得非常准。也不会有呼吸效应，也不会跑焦。那这是我特别喜欢它的一点，就是第一点，呼吸效应没有。那自动对焦速度非常的快，非常的稳。那Sigma相对来讲的话，虽然它的拍视频的时候自动对焦也是不错，可是在这个如果你我是举我自己的例子的哈，如果你把这个 Alpha 6400的这个相机的机身的里面的设定功能，那个对焦的灵敏度如果设为灵敏的话，这颗 Sigma 的自动对焦它就很容易跑焦太容易跑焦了，而且有时候会有些你如果说拍摄这个 A 落或者说目标它抽蓄的那个呼吸效应会比较明显一点。当然我没有用过16 mini f1.4 的广角的，可是以这一颗是比16 mini Sigma 16 mini 还晚发表的，那这一颗比较看起来的话，原厂当然有它的价值存在。那还有就是色调的部分那因为可能是镀膜的关系那原厂这一颗这个色调的准确度比较高那 Sigma 系列的我用的这颗，它稍微会偏蓝，而且拍摄的时候稍微会有一点紫边但是不明显，要放大看才知道。而这一颗几乎是没有紫边。那当然我们在谈这两颗的用途不一样。那为什么会买这两颗呢？那是因为我往后拍照片的需求的时候，那在这个需求的部分，广角。那再加上，如果把 Alpha 6400的这个机身的部分的功能，那个电子变焦，再打开的话，它有个清晰变焦功能打开，那又可以再放大 1.5 倍。那相同的，这个也是可以放大 1.5 倍。那这样的话，我拍摄的这个所谓的场景就全部可以囊括起来了。那也就是我买这两颗定焦镜的用意。那当初因为买这一颗所谓他们说的这个半画幅的这个镜黄，那我对它的品质也是蛮满意。那也可以参考我上一集那所以在对比之后，我才会想说
既然这样的话，也看了很多评测，那都是说这一颗的这个画质比这个16 mm 还高。那之后我在相对比较的结果之后，所以才决定第一个因素决定它是视频的优化哦，呼吸补偿效应没有，非常优良，对焦速度很快，那色调也蛮准确的哦。那所以也再来就是上视频，它上这个稳定器啊，会比较稳定啊。那也不是说 Sigma 不好，而是它副厂的，我们在刚刚讲的都是在这个所谓这个拍这个影片的部分。那接下来谈到的是这个拍照片的部分。那拍照片的部分一样，这一支机镜头保持着跟拍影片同样优良的的速度啦、画质啦、这对焦啦什么的，不会有的没的，全部都是很好就对了。那这一颗呢，在Sigma 系列的呢，在我使用的结果，我是觉得它稍微在拍照片的时候，自动对焦的部分会差了一点点那当然是我比较在意的是它色调的部分，也不是说它色偏，我们也不能称它为色偏，而是说它有一点偏蓝一点点。那其实解决的方法也很简单，你在这个相机的机身那个图片的设定档里面，把蓝色减一点，红色加一点，那这个问题两个颜色在用两个镜头在交换拍摄的时候，不管是照片或者是这个影片，它们的色调就会趋于一致那再来接下来就是谈到说，到底多了8000块钱左右，买这一颗是不是值得那我自己的感想是非常值得，因为它解决了一些我使用上的痛点。第一个，像在现在拍摄这一颗16 mm、50 mm 这一颗这个变焦的这个套机镜头，它的呼吸补偿效应还有就自动对焦，只能说是普通那画质也只有 F8 一个光圈，在大白天底下才可以用。那口径又是很特殊的40.5 mm， 那几乎是找不到滤镜可以用那是它的痛点之一。那所以才会决定说，那既然拍摄以后给各位观众各位网友观看我的视频的话，那相对的这个影片的质量也是要提高